好好的车怎么说翻就翻了？夫人说大小姐不吉利，没准是真的。别说这话，她也是可怜。明明是永安侯府嫡出的大小姐，却从小养在庄户院里。夫人这次突然接她回去嫁人，偏偏身子还弱，整日里咳嗽个不停，这去了夫家怎么过活呀？这地方有点邪门，听说300年前这里是一片乱葬岗呢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300年阴气滋养，终于等到了一具合适的肉身。原主也是可怜，本该回去享福，唉，该死的废狼！大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小姐，车轴断了，今晚上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了。不要紧，生个火吧。7天内若找不到阴气滋养，身体的阳气恐怕会把我的魂体灼烧殆尽。先以这个身份活下去，等回到京城再想办法。大小姐，您坐远些，别让火燎着了。不碍事儿，我喜欢暖和的光。那里太冷太黑了，我受够了。也是，大小姐在庄子上住的那屋子确实阴冷，唉，是个可怜姑娘。这京城果然没让我失望，邪祟比人多。只是这些有散的邪祟的阴气太淡，聊胜于无，得找到怨气更重的地方。而且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，真好。柳嬷嬷，外面好热闹，我想下去走走。今晚夜市人多，怕冲撞着大小姐。我小心些，冲撞不了。这才9月，怎么突然冷了一下？小心点，把人放下来。去把仵作叫来。主子，您心境又烦了，要不先回去休息？不碍事。死了个人，是御史中丞韦大人家的大公子韦生荣。这人生前总之晦气，咱们快走吧。那穿着墨色长袍领队的男人，他是什么人？嘘，大小姐，那人可不能说。那是当今三皇子，在边关打了10年仗，杀伐无数，是京城有名的活阎王。有意思，边关回来的杀神，难怪满身的凶煞厉鬼，连靠近的游魂都能直接吞噬。300年了，在乱葬岗趴了300年，每天看的都是肠穿肚烂的鬼，面目全非的尸。好不容易活过来，第一个正经瞧见的人长成这样，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给我的补偿。光这张脸让我看着就心情愉悦，而且这男人一身死魂缠身，阴气浓得都快滴出来了，偏偏又带着活人的阳气，这简直就是一座阴气矿啊，真诱人。
听说侯府那位夫人要我回来替嫁，那我把订婚对象搞成她，应该没人有意见吧？大小姐，咱们快走吧。不着急。碰上死人不晦气吗？编一个柳圈带去晦气。柳嬷嬷，你有没有觉得累？大约是昨晚上没睡好，身体比往日沉了许多。柳嬷嬷，你衣服后面脏了，我帮你拍拍。怎么了？什么味道？没味道啊。好了，干净了。嬷嬷现在感觉下，身体是不是轻了许多？还真是神了！突然感觉不累了。殿下，从尸体整体情况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个时辰，但是从伤口看，他已经死了超过10天了。为何这么说？您看，这缠着脖子的柳枝上已经从肉里长出了新芽，这起码得10天半个月才能长出来呀。可要是活人，怎么会让柳枝长在……又是这种诡异的死法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这京城需要的是回稳，不然父皇也不会亲自把这案子递给我查。此事不可宣扬出去。你找本王。姐姐给的。哪个姐姐？那里有个姐姐。真是乡下长大的丫头，什么都没见过的样子。出去说这是咱们侯府大小姐，我都觉得丢脸。那300年太孤独，我喜欢沉寂的幽影，也喜欢鲜活的人，喜欢一切阳光下的东西。喜欢这生机勃勃又暗流涌动的京城，人间很美味。这就是姐姐吧？我是明珠。快来，母亲有事情要跟你说呢。就算在庄户院子，也是个美人胚子。长得美是好事，不然怎么顶替明珠出嫁呢？姐姐，你怎么傻了？这是母亲。我没傻，只是我从没见过母亲，我还以为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娘，姐姐初来乍到，别吓着她了。是，你说的是，我们母女多年未见，生疏也是难免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是娘的亲生女儿，娘心里日日夜夜的惦记着你。300年了，豪门大户的夫人小姐，还是这般娇柔造作，又虚伪又恶心又熟悉。你小的时候，家里给你定了一门婚事，这次接你回来，便是要完婚。听柳嬷嬷说，那人是个皇子，皇子这个身份还挺高贵的，皇子妃可能不好做。不过不要紧，事在人为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安怀，你再听我说话吗？哦，你继续说，我听着呢。家里给我定了一门婚事，婚期定在5日后，衣食用品家里都会给你准备。这几日你就在家里安心待着，准备出嫁吧。母亲，你给我许的是哪一家？我那素未谋面的相公是要死了吗？活不到第6日，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说实话。反正是个好人家，你等着就是。婚姻大事，爹娘还会害你不成？你是永安侯府的大小姐，所嫁夫家一定身份尊贵，锦衣玉食不会亏待你的。小喜，
送大小姐去休息。大小姐，这就是您的院子。安明珠的院子在哪里？在夫人院子的南边，叫芳菲院。带我去看看。大小姐，这院子我要了。给二小姐收拾收拾，让她搬到别的院子里去。姑娘，请问您是？满东姐姐，这是刚回府的大小姐。大小姐觉得自己的院子不太好，大小姐，咱们回吧，我再给您扫一扫。你是满东，安明珠身边的大丫鬟。是，既然是大小姐，那便该知道这是二小姐的院子。脑子转挺快，我看上这院子了。你去把安明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腾出来给我。大小姐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站住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敢在芳菲院撒野？来人啊！快去请夫人，快去请二小姐！年纪轻轻的，弄这些黑黑白白的东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屋里住的人要死了。在地下那300年，就算是正午的光线也照不进，黑色，永恒的黑色，我真是受够了。来几个人，把房间里素色暗色的东西都给我撤了。我喜欢明亮的颜色，都给我换了。我的玉壶春瓶，我的悬赏塔梅，疯了！你真是个疯丫头！安怀，你在干什么？母亲，我不喜欢你给我安排的院子，我喜欢芳菲院。不过我不喜欢这些死气沉沉的东西，叫人收拾了，换些明亮的来。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毁了我的东西？跟我闹啊？那我走，我走了，可就没人替你嫁进那火坑了。你这放肆的孽障！娘不可！姐姐喜欢这院子，就让给她吧。母亲，您听见了吗？妹妹说，这院子让给我了，不让不行呢。要是不让，我就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说不定一下就病死了。要是病死了，永安侯府里可没有第二个待嫁的女儿了吧？只有5天了，若真把这死丫头气出个好歹，我的明珠就得去跳火坑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给你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等一下，姐姐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拿走，这个我不喜欢。这可是贡品，她竟然不要。妹妹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时不时的身体有些阴冷？你怎么知道？看你气色不太好，随口一说。行了，走吧。
安明珠院子里，前些日子是不是死了个丫鬟？大小姐，您怎么知道？那丫鬟的死，是和那琉璃茶盏有关吧？那邪祟怨念不散，住在茶盏里。安明珠日日用那茶盏，五脏六腑早就被森森阴气浸透了。让厨房送晚饭过来吧，我能吃，多送点，要荤的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告诉厨房，二小姐的院子都已经让给我了，让他们看着点准备。要是让我发现有糊弄的地方，就去砸了厨房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老奴遵命。饿了300年，这活人的饭菜真是怎么吃都不够。见笑了，庄户院里一年吃不上2回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有事没事都不要来吵我。睡了300年，这喧闹的人气儿，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全老板死在隔壁药铺了！胡说八道！全老板刚才还在咱们这儿吃了饭，喝了2口小酒才回去查账的。真的，药铺晚上关着正门，我从侧门去给他送提前订好的安神丸。侧门开着，我一进去就看见他挂在屋子里了。走，去看看。那里，快把人放下来，看看还有救吗？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！快报官，别碰他！今天在夜市也死了一个，是御史中丞家的大公子，全秀锦和他死的一模一样。里面的人，一步也不许离开！好浓郁的阴气，这等美味，比东坡肉还要诱人100倍。这气息是那个男人，他身上的气息如此美味。三皇子，是谁发现的尸体？这个，开门。殿下，门打不开。窗户也是完好的，木格间隙，顶多能伸进1只胳膊，绝对钻不进人。门窗都是从里面锁死的，那凶手呢？凶手没走，莫非还在屋子里？
那柳圈还可以护他5日。殿下，屋子里没有其他人，门窗都是从里面锁死的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。没人能把自己绑成这样。那么高的横梁，全修姐那矮胖的身材，踩在桌子上都够不着。可凶手在杀人之后是怎么离开房间的？姑娘，麻烦你摘下面纱。我刚才在酒楼吃饭，听见这边出了事，就过来看了一下。可以了，离开以后别乱说。这个身影，莫名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朱元，那女子是谁？殿下，是今晚在隔壁酒楼的客人，听见药铺出了命案，过来看看的，没有嫌疑。叫他过来。姑娘慢走。这小哥长得倒是也不错。这300年在乱葬岗见到的邪祟，不是一身血，就是一身疮。如今对好看的人，我总得多几分宽容。大人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好看的脸后面，竟出现一张更好看的脸，就像那棵老槐树一夜之间开满了花，赏心悦目。你是哪家的姑娘？这么晚了，还在外面？殿下，我是趁家人不知，偷溜出来散散心的。您只是查案，其他不会多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本王只查案，只要你与案子无关，旁的我不管。我是永安侯府大小姐安怀，见过三皇子殿下。你说你是谁？据本王所知，永安侯府的小姐叫安明珠。安明珠是我妹妹，我是侯府的大女儿。是这样的，我出生后，娘觉得我不祥，她看我不顺眼，就把我送去了乡下的庄子。这些年，我是第一次回到京城，听说是因为王府和人结了一门不愿意的亲，我爹娘舍不得安明珠去送死，他们又不敢得罪对方，才让我回来替安明珠嫁人挡灾送死。安小姐，按理说此事是侯府家事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家事，为何会同我们说那么清楚？虽然素不相识，但三皇子身份尊贵，位高权重，我跟您这么一说，您心里肯定对永安侯嗤之以鼻，嘲讽不屑。您看，这目的不就达到了？从小在庄子长大，举止确实异于常人，但这等替嫁送死的婚事，确实荒唐。你不想嫁？当然不想。虽然我还不知道要嫁给谁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家，不然轮不到我。那你想嫁与何人？你啊。安小姐，我刚才幻听了，您刚才说了什么？殿下，我说，您如果问我想嫁给谁，那我想嫁给你。这气息简直像一块诱人的糕点，光是克制自己别扑上去啃一口，就已经用尽全力了。殿下，您看行吗？我成婚那日，您能来抢婚吗？这事情先放在一边，先说正事。本王之前可见过你？没有，但是我见过王爷。傍晚月亮河边，我回府路过，王爷正在办案，潇洒英姿，惊鸿一瞥，记忆犹新。天色已晚，朱元，送安小姐回侯府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殿下，我刚才说的不是玩笑，句句真心。您要不考虑考虑？跟上去看看。
查一查他的身份是否属实。还是这张脸最好看，要怎么把婚事改成他呢？去找药铺掌柜的家眷，这案子已经死了3个人了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官员之子，一个药铺掌柜。他们有什么联系，让凶手如此愤怒？今晚这密室，凶手又是如何杀人离开的？就算安小姐走了一会儿，但跟踪一个不会武功的大小姐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怎么会没见着人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应该啊！最近出了案子，夜间巡逻的人手增加了不少，各种宵小都不见了踪影。安小姐是偷偷出来的，肯定也会偷偷回去。我总不能就这么上门去问，你们家大小姐在不在府里？唉，这3更半夜的，一问，人家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会毁了安怀的名声。殿下，安小姐，属下跟丢了。你说什么？跟丢了？属下也不知，必须亲自确认他是否安全到家。若是回府路上出了事，现在找还来得及。等明天侯府发现人丢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哪怕找到了，在外待一夜也名声尽毁。哼，自己这成婚对象，到底是个什么妖魔鬼怪，能把侯府吓成这样，生怕我跑了。300年没说人话，这会儿该怎么打招呼？要不还是按活人的规矩来吧。好巧，3皇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殿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找你。今夜出了命案，本王想来想去，觉得不放心，还是得过来看看，确定安小姐平安到家才行。多谢殿下，我已经平安到家。天色晚了，殿下请回吧。好。殿下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他不走，我怎么走？难道当着他的面飞进去吗？不着急，本王看着安小姐安全进院子，再走。朱颜没追上她，本王倒要看看，这足足2人高的墙，她一个大小姐怎么过？不着急，本王看着安小姐安全进院子，再走。3皇子，我回去休息了，你也快回吧。3皇子，我虽然是永安侯府的大小姐，可我是在乡下庄子里长大的，下河抓鱼，上树掏鸟，我什么都会。也不知道娘给我定的夫家，要是看见了现在这场面，会作何感想？殿下，回吧。殿下，安大小姐安全回府了吗？还有什么事情？没事儿，不怕罚也不想找罚。王爷心情好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也不是皮痒的慌。
竟然失眠了。那个安大小姐很不一样，和那些娇软的小姐一点都不一样。靳昭言这人，我志在必得。既然如此，现在这门婚事就得推了。想推了，不外乎从2方面下手：一是永安侯夫妻俩，二是男方家。我尚且不知男方家是谁，但又何必舍近求远呢？男方就算不是什么好人，跟我也无仇无怨。要折腾，当然是优先选择自家人。我还要给原主报仇呢。这点迷幻香，刚好能让他们半梦半醒。爹，娘，女儿被你们害得好惨啊！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大女儿啊！你们好好看看我，我也是你们生的，你们怎么忍心送我去死？你休得胡言！我们的大女儿好好的在屋子里，你是何方妖孽？好大的胆子！我是从3个月后来的，你们把我推入火坑，害我惨死。我到了地府，阎王都可怜我，给我1个时辰重回人间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爹娘，女儿死得好惨，你们下来陪我吧。女儿，你听爹说，是爹娘不对，但你真的误会了爹娘。你在夫家受了委屈，爹不知道啊，要是知道，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真的吗？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3个月，光是上吊，我就吊了8回，8回啊！爹错了，爹真的错了，爹不该让你嫁给三皇子。明天一早，爹就去找陛下退婚，绝对不让你受这些苦。你说什么？爹发誓，明天一早就进宫，哪怕凭的这侯位不要了，也一定要取消你和三皇子的婚事，一定给你在京中寻一户好人家。和三皇子的婚事？难道我那个人憎狗嫌的未婚夫就是靳昭言？哼，那不是巧了吗？今晚这一出多余了，算了，皇家婚事不可辞，定下就定下吧，也不用取消。多给我点嫁妆带走就行。行了，你们接着睡吧，我要去投胎了。后爷，不是梦。来人，快来人！
快去大小姐院里。要请大小姐过来吗？不用，悄悄的，看看大小姐在不在房里，看看今晚有没有出去。来人，换衣服。侯爷，大小姐一直在屋里，没有出过门。确定？确定。院子门口一直有人守着，而且中途嬷嬷也进去看着。大小姐确实是睡着了。看来这事情确实不能办。今日我见了那丫头，不是个温顺的。若真被害死了，怕是真会成邪祟。可是她临走的时候又说不要紧，愿意嫁给三皇子，这是何意？她到底是愿嫁，还是不愿意嫁？自然是不愿意。三皇子凶神恶煞，杀人如麻，没人愿意去送死啊。那他为何这么说？要不我们去问问？你疯了！那邪祟是3个月后被害死回来的，你现在问安怀，他能说出什么来？我估摸着他是想找个理由害死我们，才说愿意嫁。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咱们要是推了这婚事，她不用嫁给三皇子了，那不就不能复仇了吗？说的也是。既然未婚夫就是靳昭言，那就不用折腾了。不过昨天随口说到了嫁妆，这事儿确实要上点心。没钱寸步难行，侯府不可能给我准备什么好嫁妆，要靠自己。今天就去跟侯府谈谈，不掏空侯府，誓不罢休。老三啊，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谈谈你和安家嫡长女的婚事。你的婚事5日之内一定要成。不过，除了安家嫡女，你可还有其他心仪女子？父皇，这是何意？今日一早，永安侯进宫求见，说他女儿胆小懦弱，不堪为皇子妃，想要取消婚约。说是女儿在家里害怕的都上吊了，做父母的实在不舍无奈。虽然永安侯不怎么样，但安家是功勋之家。老侯爷对大燕功不可没，要不然当年安家的女儿也不会和皇子定下婚约。朕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也不能太驳了永安侯的面子。但是，朕就是不高兴。老三是有点凶名在外，可那毕竟是朕的儿子，是皇子。瞧瞧这长相，是脸上是有一道疤，但无损英俊相貌，气宇轩昂。瞧瞧这气质，是气质是有一点凶，但男人嘛，凶一点有男人味儿。瞧瞧这脾气，是脾气也不太好，但也不坏啊。也没见他一言不合就拿刀砍人，也没见他当街行凶。你是武将，又常年不在京中，闺中女儿不知你的好，只听流言蜚语，难免偏颇。不过永安侯是功勋之后，朕也不好寒了他的心，所以想先问问你的意思。你和安家嫡长女是有婚约的，说起来你还没见过她吧？朕的意思，你找个机会去见她一见，若是喜欢，这婚事就继续，容不得永安侯反对。若是你也不喜她柔弱，作废也可。京中千金小姐多的是，父皇再为你寻个堪为皇子妃的女子。父皇，永安侯今日来，是说安大小姐自己不愿意嫁吗？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可是，儿臣和安大小姐是见过的，她并未说起要退婚。你们见过？你们何时见过的？
半夜去酒楼喝酒，说来对他名声不好，我在父皇面前还是要注意一些。就是昨天，儿臣在月亮河边办案，安大小姐路过，便聊了2句。这么说，你见着他了，他也见着你了。老三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安大小姐容貌秀美，落落大方，秀外慧中，端庄爽朗。不错不错，朕还从未听你如此夸奖过一个姑娘。看样子你确实喜欢她。你亲自去一趟侯府，把事情问清楚，记得不要空手去。夫人，大小姐来给您请安了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乡下长大的，还知道赶早来讨好母亲，这嘴脸可真难看。告诉大小姐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不必请安了。我今天身体不适，不便见她。还有，告诉她婚事不必着急，侯爷已经进宫，定会尽力。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小姐，夫人身体不适，说不便见您。夫人还说婚事不必着急，侯爷已经进宫，定会尽力。告诉母亲，我有正事找她，说几句话的功夫，不耽误她休息。不想给我嫁妆，做梦。有影子，和活人无异。莫非昨晚真是做梦？要不弄点黑狗血来试试？不行，万一本来只要取消婚事就能过去，逼急了弄不死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过来一下。你头上的发簪卖给我。柏树有镇木困煞的能力，而铁簪像一把利剑，精气肃杀，可破桃木、柏枝所设的困局。你是姐姐？别急，等暮色降临，你们就能破困而出。到时候可就热闹了。母亲，你若要休息，我的事情在这里说也是一样的。我怕把病气过给你，你就在外面说吧。女儿即将要出嫁，想问问这嫁妆可给我备好了。我想看看我的嫁妆，毕竟是侯府嫡长女，嫁妆少了遭人笑话。你的婚事仓促，嫁妆还未完全备妥。我这里有份嫁妆单子，你且看着。我再让嬷嬷带你去库房，若是有什么看中的，添上就是。侯爷已经进宫求退婚了，等事情过去，她不嫁人，自然带不走嫁妆。先稳住她。都是些什么破烂，就这也想糊弄我？这一套蕾丝衔珠金凤簪拿走，这一套赤金猫眼石角丝镯拿走，这一盘羊脂玉拿走，这个还有这个，统统拿走。二小姐，不得了了！大小姐真的去挑嫁妆了，她快把库房都要搬空了。你喜欢的那几套头面，还有缎子、官窑瓷瓶，全被她搬走了。什么？
不行，那都是母亲说好留给我的。母亲真是糊涂了。你快去门口等着，看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父亲定不会让安怀这么放肆。是。心里有事，哪里喝得下酒？但耐不住他们生拉硬拽。给我做事的人，绝不会亏待了你们。多谢大小姐，大小姐真是活菩萨。都给我停下，不许搬了！狗叫什么？吵死了！没见我在忙吗？一边红一边白，不对称，看着真难受。对称了，这下舒服了。你敢打我，安怀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打我？我是你姐，父亲忙公务，长姐代为教导小妹，天经地义。我要去告诉娘，让娘教训你。二小姐，您慢点。这气度比京城那些世家公子强100倍。早知如此，这婚约我推什么？殿下，这位是府里的二小姐。二小姐，这位是三皇子殿下。这就是那个一直养尊处优的二小姐，身材挺匀称，脸却那么胖。给殿下请安。不必。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是来找你的，有些事情想问你。下人说侯爷不在，侯夫人病了，本王便让管家带路寻你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收拾嫁妆呢。殿下您也看看，要是侯府库房您有什么喜欢的，我就收拾出来当嫁妆，到时候送给你。本王府里的库房也有些好东西，等过几日你进了王府，都会交在你手里。嬷嬷，盯着把这些都搬走。殿下找我有事，随我来吧。殿下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今日一早，本王就被召唤入宫。父皇说，永安侯去求他，要退了我们的婚事。老东西，昨晚吓成那样，还敢去退婚？这是以为我在说反话？但昨日安小姐却说心悦本王，想要嫁给本王，所以本王想着来见你一面，将话说清楚。本王从不强人所难，若安小姐有难处，大可说明，本王绝不做强取豪夺之事。永安侯退婚，可是你的意思？当然不是。那是为何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觉得我好欺负，所以应了这门婚事。现在发现我脾气性格都不好，怕逼我出嫁成了皇子妃之后，会权势压人，心狠手辣的报复吧。那你会吗？会。应该会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永安侯府的家事，我们尚未成婚，我不便插手。但只要确定了你的意愿，我会禀告父皇，婚事照旧。多谢殿下。不过我也有几个要求，想要在婚前说清楚。你说。第一，
我是乡下村子里长大的，生性爱自由。成婚之后，我希望殿下不要拘着我在院墙之内，允我正常交友出行，自由便利。可以。我在边城10年，那边女子也都和男子一样，经商做工，没有不可抛头露面一说。第二，我这人妒忌心重，心眼小，一旦和殿下成婚，殿下便不可有别的女人，在外不可寻花问柳，府中侧妃侍妾姨娘都绝不可有。本王一向无心女色，你这要求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若说了，你就信我。若是我婚后纳妾，你又待如何？空口白牙确实不妥，不如殿下你发个誓吧。殿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发个誓吧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婚后只有安怀一人，若是我有违此事，万箭穿心，不得好死。多谢殿下，不过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若有一天殿下有了其他心仪女子，只要跟我说明，我定会成全。要是守不住身，染了活人的阳气，我就把你抓起来，强制现身。既然事情已经明白，本王还有公务在身，我先走了。你们今日供应的菜，简荤的来10样。好嘞，客人请问您几位？就我自己。赶紧上菜吧，饿了。啊？就您自己？去啊，没见过胃口好的姑娘啊。分量上可得给足了，别糊弄我。是，客官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姑娘，菜齐了，真能吃啊！幸亏是有钱，要是寻常人家都养不起。这4道菜，再给我做1份，装10盒我要带走，再装2大碗白米饭，包10个馒头，我一并带走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你是白寒铁吧？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但是我认识你。我带了点吃的来，要不屋里说。那是你娘吧？你看看有什么能吃的，先伺候她吃饭，咱们再谈。你也先吃，一边吃我一边说。无功不受禄。行吧，我想雇你去30坡挖点东西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今晚就能挖完，我给你100两银子。有了这笔银子，你娘的病就能治好了，你还能找个院子雇人照顾她。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但是挖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跟我抢。挖什么？当然是挖好东西，要是挖得好，我可以给你加工钱。我不能不明不白的给你做事，你至少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找我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听人说你孝顺，力气大，也讲义气，而我正好需要一个人干活。3个月前他被人打晕，丢在30坡，絮絮叨叨说了1夜。我那时虽是被困在那里的虚影，却将他的底细听得一清二楚。天热，东西不能放，不管你答应不答应，这些吃的都送你了。要是愿意，今天傍晚我在城门口等你，过时不候。过了这村，可就没那店了。
从那里挖出来的东西肯定零散得很，总不能都揣在怀里。3个木箱应该够装我的嫁妆了。靳昭言这几天脚不沾地的，就是在忙这件案子。京城里现在什么离谱的谣言都出来了，再找不到凶手，什么邪祟传闻都压不住。这样的话，靳昭言哪能静得下心和我成亲？猫狗洞，成年人绝对过不来。就算是6、7岁的小孩，也只能过个脑袋。坎位。耿位，坎卦动煞，阴阳倒置，坤阴犯阳，凶手竟然是个女子。卦显游魂归魂，冤仇相报。铜钱落阵，巽2宫，巽为风，为年少女子。看来这回春堂掌柜是曾经造了孽，现在来还债啊！殿下，有人动了门锁。小宝，怎么了？娘，刚才突然觉得有点头晕。是不是热着了？赶紧回家，娘给你倒点水喝。殿下，人刚走，桌上有水字写的字：西为求，今为任。愿女归，命偿命。从这字面意思理解，凶手曾经被全修锦囚禁，是个女子，现在回来报仇，要全修锦偿命。可是全修锦一个药铺掌柜，能囚禁什么人？写这字的又是什么人？若他是个知情者，为什么不直接报官呢？而是要留下这么一句话？刚才桌上的水字字迹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杭玉堂安排人在院子里守着，对方可能还会回头。朱元，跟我去全家。你们可知全修锦和什么人有旧缘？特别是招惹了、欺辱了什么女子？不可能啊！我相公生性温和，老实本分，待人接物谦逊有礼，说话都不大声，哪里会和人结怨？他洁身自好，更不会招惹什么女子。把于永福喊出来，单独和他聊聊。
还有1克钟，不管白寒铁来不来，今晚势在必得。安小姐，我来了。会驾车吗？会。行，那走吧。安小姐，咱们今晚到底要挖什么？挖好东西，值钱的东西，没有主的东西。什么是没有主的东西？挖了塞进自己怀里，没人跳起来找你讨要的东西，就是没有主的东西。我曾被包裹在这老桃树的根系中300年，这地底四通八达的每一条树根周遭，埋着什么东西，我都一清二楚。挖！安小姐，真的有金子啊！安小姐，咱们这样好吗？放心吧，都是几百年没人要的东西，无主的。别想那么多有的没的，想不想把你娘的病治好？想。那就别废话，挖！安小姐，你怎么就那么相信我呢？这么多钱，这荒郊野外只有我们2个，你就不怕我害了你？抢了钱跑了？怎么样？现在还想害死我，拿着钱跑吗？嘴上严实点儿，以后有好事儿我还找你。这3箱东西是挖出来了，但要放在哪里呢？永安侯府是绝对不能放的，那一家子心眼太多，随便租个地方也不合适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放在那个地方了。靳昭言的人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一个皇子应该不会眼皮子那么浅，要占我这点便宜吧。什么人？王府重地，闲人免进。这位大哥，小的是3皇子殿下不日要过门的未婚妻安家大小姐的人。马车上的东西是安小姐要放在王府的，请前去通传一声。你稍等，我这就进去禀告。是安小姐让你送东西过来？是我。安大小姐，您这是……嘘，别叫人听见了，给你们王爷丢人。我在侯府的境地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几箱是我早些年机缘巧合得的一些财物，放在旁处都不安全，倒不如送来，请殿下替我收着。安小姐来的不巧，王爷为了几桩案子忙得很，昨夜一夜未归。属下也是回府取些物品的，立刻就要再赶过去。可是王爷的旧疾又发作了，我也懂一些医术，你把药拿给我看看。人参、鹿茸，用这种大补之药去冲撞他身上，那股阴寒的诡异煞气只会适得其反。
这药不行，没用。安大小姐，其实我们也觉得不对症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药是太医院配的，能减缓病痛，提神养气。这药不能再给三皇子吃了。这样，我跟你过去看看，这病我能治。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三皇子对你重要，对我难道不重要吗？你找个地方把这几箱东西帮我收好，然后我们就走。我们快走吧，别让殿下等急了。对了，殿下在什么地方？在城外的一处庄子里。安小姐可会骑马？会。王府里可没有温顺的小马呀。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骑马带着安大小姐赶路。听着都痛，完了，这马要发癫了！走吧，这马挺听话，应该好骑。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是又说不出来。还不走？啊，这就来。安小姐这马术确实好，京城千金会骑马的多，但正经骑得好，能长途跋涉的可不多。安小姐，您看前面那大小村子里的庄子，那是王府的产业。昨日查案在此处，时间晚了，所以殿下就宿在了庄子里。大燕富庶，皇子俸禄不少，但受宠的皇子名下庄子商铺可远多于俸禄。这大腿确实粗。航运堂。是，殿下，您可要喝口热水。这屋里热出一身汗，殿下的手怎么像碰到了冰块一样？怪病越来越严重了。殿下，您再休息一会儿，朱元应该就快回来了。殿下，您拿着手炉，暖暖手。咦，怎么了？殿下，您还冷吗？殿下，您身上没有这么冷了，您的手比刚才暖和了一点。奇怪了，一直暖和，一直冷，为何会这样？越往上，越冷。殿下，要不咱们还是立刻回京，去找太医吧。殿下，姐，安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可是永安侯府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只是早年得了几箱财物，放在侯府不安全，特意送来，请殿下替我收着。刚好碰到朱元回府拿药，就一并过来看看了。难怪病倒了。若非他一身煞气，命格极强悍硬朗，早就疯魔成狂了。到时候灵魂被阴森邪祟侵蚀撕裂，不但痛苦万分，死后还会被彻底反噬。殿下，安小姐闻了太医给您配的药，立刻就知药不对症。她说，她有办法治此怪病。安小姐会医术？不算会，但恰好会治殿下的病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给殿下治病，不能有外人在。
阴森怨气太重，对活人有损。总觉得有妖怪要害自家主子。你们都出去。殿下，你有什么不舒服就喊属下。未来的皇妃不娇弱，万一趁主子病要主子命怎么办？殿下，给我右手。开始还没觉得，按了几下之后，身体里的冰冷气息好像在往外跑，身体在渐渐回暖。居然真的好了！突然觉得冲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靠谱。好了吧，殿下，我不诓你。不过今天只是治标，等我们成婚之后才能治本。怎么治本？懂了吗？就是这么治本。不用药物银针，手法简单，成亲之后才能治本。原来如此。安小姐，你嫁于我，委屈你了。我嫁于你，委屈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你嫁给我是冲喜的。若我身体能好起来，自不会负你。但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一定能治好殿下的怪病，我保证。不出1年，让殿下的身体恢复如初，龙精虎猛，威武雄壮。殿下知道我在永安侯府的日子不好过，如果没有和殿下的婚事，要么我会一直在庄子里，要么会被当作筹码，随便嫁给什么人。所以嫁给殿下对我来说是极好的，哪怕走不到天长地久，能离开侯府就行，大不了休憩、和离，甚至丧夫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成。也罢，本王承诺你，若是我的病回天乏术，也定会给你安排好这一生。人心易变，别看将来，但这一刻有情有义，是真的。殿下，庄子里可有丫鬟的衣服？我想换一身。庄子里没有女眷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可以换我的。殿下往常犯病，那动静听着都揪心，这都半个时辰了，里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殿下，殿下，您的身体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，已经无碍。往常犯病2日都缓不过来，今天半个时辰不到全好了。安小姐真乃神人。殿下，有消息了，在长庆村里有一处叫做万贤山庄的庄子，情况有异。备马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今早见他，虽然谈不上虚弱憔悴，但现在确实有些容光焕发了。给人治病，不应该是劳心耗力吗？怎么反倒是一副被滋养了的样子？全修锦的岳父怀疑他在外有情况，他每个月秘密出城几回，不带仆从，说是收药。但有2回，小厮闻着他回来时，身上带着脂粉的味道。这一片就是他常来收药的地方。若有猫腻，应该就在这万贤山庄。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跟你一起吧。万一你身体有什么不适，也好及时给你治疗。走。殿下，这万贤山庄和旁的庄子不同，不种粮食，也没雇人干活，日常关着门，只
只有一个婆子进出。庄子主人是谁？查不到，但隔2日就有人送米面粮油进去。周围村民说，庄子里经常有香味传出来。什么香味？不是香臭的香，是焚香的香，就像是寺庙里的香火味道。去户部查一下这院子的交易备案，看在谁的名下。是。开锁。遵命。开。这也不是6月啊，天怎么说变就变？不会下雨吧？殿下，您披件衣服，别着凉了。进去。殿下，还有一道锁。打开。见鬼！一扇木门怎么推不开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有点腥。这是香灰、腐木、加血的味道，腥甜的味道。进去看看。我先，这地方不对劲。我懂一些风水。你还懂风水？在乡下的时候，村里来过一位风水先生，他受了伤，我给他送了几天饭。他为了报答我，教了我一些。只是教了一些，你不要勉强。不勉强。这个院子里有个阵，恰好这个阵师傅跟我说过，30坡下埋着的风水师傅何止一个，300年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什么不都得学点儿。安小姐，这是什么阵？这叫八角困灵阵。这雨要下不下的，真让人心里发毛。你既然知道这阵的名字，应该是有所了解。这阵是做什么的？活气不入，邪祟不出。这八角困灵阵是极阴的聚煞之地，专门用来镇压死者怨念，磨灭其神智。全镇没有生门，活人若是困在此处，时间一长，体内的精气就会被阵法撕扯吞噬。殿下，此处凶险，您是千金之躯，不可犯险。属下护您离开。怎么可能？门劈不开，墙不过1人多高，翻出去！地下有东西，拽我的腿。这宅子真有邪祟。进得来，出不去。看来全修锦的死和这宅子脱不了干系。安姑娘，这阵儿您能破吗？能，放心吧。安小姐，这叶子是吃的吗？是不是可以解毒的？不是吃的，捏一下。擦不掉。安小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护身符，半个时辰内可以护住你们的心智不受阵法侵扰。那半个时辰后呢？如果我们半个时辰都不能离开这院子，那可能就再也出不去了。
我怎么没有？殿下不用。为何？殿下是我的人，不一样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安小姐，让我来把门劈开。你劈不开的。要先将院子内的阵眼破了，才能进门。怎么破？你们谁是童子身？殿下，借一步说话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迷障为阵，执念为凭。沉冤之气，不得安宁。破此虚妄，散此阴霾。含恨之念，皆因我明。来，你去枯井那个阵眼。殿下，为什么是属下？你脸皮最厚。放心吧，给你挡着。就算你不在意，难道本王还不在意吗？这院子里已经没有蚕食了，锁灵阵禁锢的东西是消散了，还是跑了？真的有用啊，感觉胸口没那么闷了。当然有用，开门吧。这也太邪门了，我还从没见过供奉棺材的地方。这是灭魂石咒，施咒之人先将死者残尸引来，困在衣物之中，再用槐木钉将衣物钉在棺材中，日夜焚香诵咒，慢慢磨灭其记忆与执念，先让其忘记仇恨，再忘记身份，最后变成无质邪物，慢慢消散。那我们该如何？你一刀把棺材劈了。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你一个人劈不开，我握着你的手劈。不，属下不敢。本王来，这样就可以。他这一剑劈下去，我不得被直接甩飞出去？这样是不是不好发力？你握着剑。殿下，这样比较好发力，而且我可以扶着你，不会伤着你。破了。阵破了，我们快走。印记没了。还真没了。殿下，您的身体可不能淋雨，咱们就近找个地方避雨，这里属下派人盯着就行。附近有住处，前面有一户农家。走。
老张，我家公子想借你房子避一避雨，麻烦行个方便。请进，贵人快请进。怎么了？可是刚才骑马伤了手臂。没有，虽然他们动作快，但还是淋了雨，不说湿透了，也淋了一身，胳膊上痒痒的，有点想长树叶的感觉。咱们这乡下蚊虫多，贵人可是被什么虫子叮咬了？杭玉堂，你带的药膏呢？哪里被蚊虫咬了？我自己来。我来。这里，你我后日就要成亲了，不必避讳。难道这点体贴也不让我表示表示吗？药是清凉的，但人怪怪的。好了，过一会儿若是还痒，就再涂一点。公子，属下回去将马车驶来，送公子和小姐回城。去，顺便准备一套裙装。你脸上有灰。好了。不对，他不是这种轻浮性子，还没成亲，就当这么多人的面碰我的脸。若说是一见钟情，我是不信的。他是在试我。300年过去，男人的心思还是不好猜，尤其是这种坐在高处的人，心眼一层套一层。庄子里养大的姑娘，会爬树爬墙不稀奇，会医术也能说得过去，可又懂风水，又能破阵，还会处理邪祟，确实漏得太多了。怀疑就怀疑，我不怕，只要别坏我的事。要是坏了我的事，那我只好把靳昭言抓起来。殿下，我感觉这火要灭了，要不然咱们不着急回去，等火灭了，进去看看。你还想进去？反正天还没黑，阵法破了之后，这里就是普通宅子，也没什么危险。停车。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有发现！难怪我刚才不舒服，克我的东西在下面。殿下，竟然有这么多金银，这绝对是不义之财吧？该死，金克木！我这魂魄依托槐树养了300年，一见这真金白银就犯晕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毕竟是个人，在这么多真金白银面前，什么生理反应都能克服。全部搬走。整箱太重，从地下室不好运，先卸一部分，运半箱上来，然后再运半箱。朱颜，你带人将金银先送回王府，我送安小姐回侯府。安小姐，我送你进去吧。不用，殿下，明天还有一天，后天就要大婚了。案子虽然重要，我还是希望殿下能够公私兼顾。放心，我会安排好。怎么了？侯府出什么事了？
我看大家一个个脸色奇奇怪怪的。没什么事。没什么事，怎么一脸害怕的样子？大小姐，昨晚上清明院出事了，闹邪祟了。闹邪祟？闹什么邪祟？不知道，奴婢不是清明院的，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但是闹哄哄的半夜，只听见夫人喊着有邪祟，叫得可凄厉了。原来是昨晚的事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我不在府里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，我自己去看看。大师，大师，你看看，那个女人回来了，你看看她是不是妖怪变的？安明珠可真敢说啊，这骗人的把戏也信。大师，我妹妹是不是吓傻了，说胡话呢？大师，你继续。娘，我不过出去1天，府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1天跑哪儿去了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怀儿，爹娘这次接你回府，是为履行当年的婚约。那你可知道你未来夫婿是谁？知道，是三皇子靳昭言。你既知道，娘就直说了。我们后来打探过，三皇子并非良配。话说得真圆，想让我嫁是为我好，如今不想让我嫁，还是为我好，不是良配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婚事是皇家指定，推不掉吧？皇命难违，确实推不掉。所以，我和你爹商量过，想送你走。送我走？去哪里？哪里都行。等你远远离开，我们对外报一场意外，又说再也寻不回你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觉得三皇子挺好的，我要嫁给他。怀儿，你认真的？当然，其实我今天出去就是和三皇子在一起。真的？不骗你，刚才就是三皇子送我回来的，门房应该都看见了。可是，你真的愿意嫁给三皇子？愿意啊。三皇子虽然脸上有道疤，但瑕不掩瑜，还是英武不凡，女儿十分喜欢。娘不是不让你嫁，是怕你后悔呀。我不后悔。万一你后悔呢？绝不后悔。放开我！快放开！听这动静，又有新热闹了。九条，回来！九条，回来！他日日用那琉璃盏，九条会盯上他，倒也不奇怪。快抓住他！我的脸，差一点就碰到我的脸了。霍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只追明珠？夫人，九条对异常气息敏感，他只盯着二小姐，恐怕是二小姐近日接触过什么不该接触的东西。胡说八道！我好端端的，哪来什么异常气息？又不是我见了不该见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说我？疯鸟！还有你这个胡说八道的老头！小姐慎言，
九条不是蜂鸟，它是通灵之鸟。他方才就盯着我。收拾东西。既然夫人不信老道，府上的事，请另请高明。大师，明珠受了惊，说话急了些。大师，我喜欢九条。他是哪儿来的？我能也去寻一只吗？九条天生认主，不可强求。也就是说，他会自己选主人。正是。若他认了别人，大师怎么办？缘来珍贵，缘去送别，老道不会强求。九条，过来。大师，他这是要认我做主人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九条，回来。九条，大师，一点心意，请你收下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待他。杜阳认主，非人力可改。他既选了你，千里万里也会回来。妹妹中气十足，想来没事。别惹她。今日忙了一天，我先回去了。先回去歇着，等你爹回来，我有事同他说。姑娘回来了。姑娘，今日没去告状，做得不错。后天我嫁去三皇子府，你们可愿跟我一起过去？姑娘的意思是，我嫁人后，娘和明珠未必会放过你们。愿去就跟我去，不愿去就当我没说。奴婢愿意。姑娘不打下人，还给银子，跟着她，或许比留在侯府强。既愿意跟着我，明日就去回夫人。姑娘，我们的卖身契还在府里。大户人家嫁女，带几个陪嫁丫鬟婆子不稀奇。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，这是九条，以后就是我的鸟儿了。姑娘，她吃什么？她要是在家，就备一点肉和清水。不在家就不用管她。活物有活物的去处，困住就不鲜活了。歇吧，明日还要热闹。殿下，杭玉堂还没回，应该快了。殿下让他查那庄子，是怀疑安小姐。我不该怀疑吗？庄子养大的姑娘，会爬树，脾气直，不奇怪。可她还懂宅院方位和避忌说法，这就不寻常。可安小姐说是机缘巧合，机缘说得通，性子说不通。性子？你觉得她是忍气吞声的人吗？不像，半点不像。既然不像，她为何委屈自己在庄子多年？殿下是说，有人冒充安小姐？脸是真的，可人未必就是真的。
殿下，万仙山庄有消息了。说，那宅子确在全修锦名下。掌柜常年送米粮油、菜蔬肉类过去，东西只送到门口，从不让进院子。谁签收？平日是一个婆子，也有几次是个年轻女子。什么样的女子？戴面纱，眉眼秀丽，身形轻软。伙计说她不像普通丫鬟。凭什么这么说？有回东西重，她差点绊倒，可她那一下稳得太软，常人做不来。会功夫？不像。习武的人力气不差，不会一点重物都拎不稳。她更像会跳舞。舞姬？不对，那几个人的样子不像巧合，倒像有人照着舞步摆的。让伙计好好回忆，把女子和婆子的样貌都画下来。是。殿下，他们会不会已经跑了？暂时不会。为何？财帛动人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舍得放下？可现在万仙山庄已经被烧了。所以，他要走了。因为那笔钱拿不走了。也因为他知道，这地方被盯上了。京城外出的路，水道陆路，都盯紧。寻常遮脸的不惊动，刻意躲人的，扣住问话。八九不离十，就是这样。殿下，城南码头那边呢？先盯着，他一个人张罗不起万仙山庄。清明院那边一夜都不安生。夫人今早上了后粉，眼下还是遮不住。活人一夜不睡，确实会显在脸上。侯爷早膳也没动几口，二小姐受了惊，这会儿还没醒。有脚步声，有说话声，有人忙，这才像活人的院子。厨房可空着。姑娘要用厨房？明日成亲，今日总该做点事。甜度可以。姑娘真好吃。送去三皇子府。三皇子吃了没有？奴婢没见着殿下，府里说殿下忙案子去了。糕点留下了，等殿下回来转交。明日就是大婚，他今日还忙案子，妥当吗？大小姐，殿下是正经当差，也是身不由己。差事办不好，明日也难安心。谁是凶手，谁是受害者，我不在意。可谁也不能耽误我明日成婚。姑娘，天快黑了，我出去一趟，明早回来。这里就是全修锦出事的后院，东西没动，门也还关着。胖东西，你跳舞跳得真不错。
你跳呀，继续跳呀！你敢偷懒，我可不会轻饶你！我错了，姑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全修锦已经没了，能让他哭成这样，屋里这个小东西不简单。逮着你了。这么小的洞，活人钻不过去。全修锦散得太快，操控他的东西不在屋里。什么东西？别捉我！走开！不是刚才出的事，3、4天，可他方才还会笑，会跑，会怕鸟。新主人好香，身上有种大森林的味道。走，回去写信。认得他的气味，就去。去吧，活人的路尽朝颜会查，这些东西还是我来。殿下，那个鄙人的婆子不对，她手腕不像老人，皮肤紧得很，盯着他们，若不逃，先别惊动。殿下，这鸟像是有话对您说。回春堂失火，速来安怀。把这里交给其他人，继续盯。是。去回春堂。没有油，也没有干柴，烧不旺，但能把人引来。这样就够了。快来人啊！走水了，快来救火啊！让一让，殿下来了。安小姐，这火势是你发现的？不是，我路过时，火已经烧起来了。都说先听见有人喊走水，当时乱得很，只记得是个女人喊的。女人声音，安小姐又正好在这里。世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，殿下觉得这能算凭据？殿下，咱们这2日怎么总碰上火？殿下，这里
去请祖文斌。是。殿下，这孩子不是在这场火里出的事，火场里发现的却不是这场火。火恒新，尸变旧，两边对不上。祖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至少已经7、8日。7、8日前的人，怎么会出现在今晚的火场？这正是怪处。骨节之间像是散的，能定准吗？要进一步查验。若真是骨节全散，死因就不止一处疑点。准。安小姐见这场面，倒是冷静。不算什么，见多就习惯了。乡下牲畜病死，拖上几日，气味会进土里。捕兽夹忘在野地，10天半月后再去。连风都不愿往那边吹。活人真容易怕，可人多热闹，总比荒坟安静好。不许碰那个！滚！安大小姐这脾气，昨日打马，今日骂鸟，她若是发飙，不会连殿下也一起打吧？真想把朱元拖出去打一顿，这个时候看本王做什么？难道觉得本王像那只傻鸟吗？安怀难道敢以下犯上打本王？荒谬！9条。9条。殿下莫怪，9条只认一个主。不过以后咱们成亲了，你们见多了，他也就认识你了。安小姐，你这鸟儿倒是听话。方才你让9条来给我送信，可他之前并未见过我，是如何找到又认得的？我今日见过殿下，尚未换衣，袖子上有殿下的味道，他是循着味道去的。原来如此。殿下，果真如此，果然如此。这具尸体的骨头竟然都是散的。这人骨头如此，那他活着的时候能站起来吗？这不是能不能站起来的问题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如何能活？当然不能活，只可惜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，也不知道这孩子长什么样子。立刻去查，这7日内有没有走失的年龄相仿的女孩？殿下，抓到人了！去码头。我也去。码头现在定然混乱，本想让他留下，但对方只是2名妇孺，我们人多，不至于有危险。就怕对方有什么妖邪之术，那可能还真用得上他。就之前不是已经发现那2人行踪了？怎么跟丢了？
殿下，属下一直紧盯着那2名妇人，他们开始一直在岸边坐着，好像是在等人。但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，便没了耐心，走到岸边想要上船。你们就动手了？是，殿下交代，如有逃跑举动，立刻动手。属下立刻带人上船抓捕。可是这2个人就像是消失了一般，明明看着上了船，却失了去向。殿下，属下觉得人很可能还躲在水中。属下有个主意，能将人逼出来，在水里撒毒粉。这条河沿绵而下，两岸无数百姓洗衣做饭。下毒，你是想让整个三皇子府以死谢罪？属下的意思是，不要撒致命的毒，可以撒点软骨散之类，只要人抓到了，立刻撒解药。拿点说吧。没有人能在辣椒水中呼吸，水是流动的，很快就会稀释，无伤大雅。辣椒粉，在水里撒辣椒粉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我虽不怕中毒，但明日还要成亲。若被这辣椒粉呛得眼泪鼻涕横流，红着眼睛拜堂，成何体统？殿下，太晚了，我想先回去了。明天就是婚事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准备。安小姐回吧。朱元，派人送安小姐。不用，不用。有人抓住了！带走沈。这地方真是一会儿也不想多待了，只能往上风口反方向走，绕个大圈回府。老丈，嘘，别出声，鱼都被你吓跑了。老丈，你这钓鱼竿能不能卖给我？老丈，你等下。我看老丈今晚还没收获。这条鱼送你，总不能空手回去。姑娘，你这鸟儿真厉害，这么大的鱼和我平时钓上来的差不多。对，我平时都钓这般大的鱼的。活人的气息总是这么鲜活，比冰冷阴暗的地底好多了。殿下，您看河边那人，是不是安小姐？是的。这么晚了，安小姐竟然不回府，她在钓鱼，连鱼饵都没挂，空钩垂钓。她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先带人回去审。本王过去看看。杭玉堂传回消息，庄子上的安怀性子软弱，从不爬树，更不懂看风水。现在这女人简直像换了个心思。
莫非是被什么邪祟上了身？见招言怎么来了？真麻烦。总不能当着他的面掐着空气，然后扇空气10个巴掌吧？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人抓住了？抓住了，已经让朱元带回去审了。正好看见你，你这是在钓鱼？对，有点烦躁。明日成婚，我略有不安。路过看见有人钓鱼，想着能静心，就买下了。与本王成婚，为何不安？你害怕？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总是不安。殿下不是入赘，不懂这种不安。我听说庄子里的人待你不好。不好。你想报复吗？怎么报复？比如把他们都从睡梦中拎出来打一顿。这样也行？为何不行？本王是皇子，只要本王想，别说把他们打一顿，就是把他们都斩了，那又有何难？用什么理由呢？他们敢对皇子妃不敬，这就是最好的理由。太好了，那就斩了吧。那庄子里没一个好东西。正常女子此刻不是应该装作大度善良吗？几10条人命，他就这么爽快的应了？都斩了，可以吗？我会派人调查，若是曾经参与欺辱我的，一律处斩。谢谢殿下为我出头。殿下，这鱼送你。就当做你为我出头的谢礼了。本王替他杀几10个人，他就用一条破鱼打发了。我觉得报仇这事情，还是亲自来比较爽快。明日我们成亲，等过2日，我带你去一趟庄子，他们是如何欺辱你的，你亲自报，由我给你撑腰。多谢王爷，还是王爷想得周到。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府。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安心等本王去接亲。殿下今夜是不是还要审刚才抓住的嫌疑人？是，不过你放心，案子是破不完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也不影响明日的婚礼。明日大婚，我很期待。今晚这侯府安静的倒是不像往常了，本来是该闹一闹的。不过明天毕竟是我出嫁的大好日子，还是让大家都歇一歇。这婚事不能节外生枝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等我嫁出去之后，你们再慢慢闹。去一趟大昭寺，将这封信亲手交给住持。属下领命。殿下，这女人叫薛云烟，是全修锦养在万贤山庄的外室。万贤山庄金屋藏娇，这话说的
你自己信吗？殿下，民女句句属实。不过全修锦并不是让我当一般的外室。什么意思？他给我赎身后，就送我去了万贤山庄。他不要我陪他，而是给了我一卷经文，让我每日在佛堂诵经，早中晚各一个时辰，其他时间只要不出宅子，不拘着我做什么。你说的佛堂，是供奉着棺材的那个房间？是。谁家佛堂供奉棺材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。但他每个月给我50两银子，让我当8年外室，8年之后会给我白银3000两，让我离开。你相信了？既然觉得瘆人，为何会留下？我跑了2次，付出了这几颗牙的代价。我不敢再跑了，我怕再跑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全修锦干的，他派人监视你。我不知道，2次都没见到人，跑出山庄没多远，头一疼就昏了过去。等我再醒来，又回到了山庄里。既然如此，怎么今日又敢跑了？我听说全修锦死了，我想再试试。果然这次离开山庄，没人把我抓回去。那宅子阴森得很，晚上还能听见哭声。我怕等不到8年，我就会疯了。都是我贪心。我知道那间屋子的地下室里有许多金银珠宝，所以我想着先出来看看情况。如果全修姐真死了，我再回去把珠宝拿上，远走高飞。不对，下午见你在码头左顾右盼的，似乎是在等人。你在等谁？有人给我塞了个纸条，我也不知道这是谁，他让我等他。你就为了这样一张纸条，就不走了？我不是图这个人能给我什么好处，我是害怕，万一给我纸条的人就是拔了我牙的人呢？我要是不听话，我怕他要我的命。你在山庄里日日诵经，诵的是什么经？太上北极伏魔神咒杀鬼录。殿下，您先休息吧，明日还有大事。这女人关在牢里，查一查再审也不迟。比如她日日诵的经，现在应该会背会默了。还有她说自己是3年前从绣春楼里赎出来的，那老鸨总不能全忘了吧？只要是能查的，都核查一遍。按你说的办。今晚就能拆礼物了，真好。王妃，不可啊！没事，没那么矫情，一会儿再盖上不就好了？你们俩也累了一天了，现在也不冷，去门外台阶上坐着休息，这样等殿下过来，你们可以及时通知我。